喜闻佛法的无非三种人。当你以为是偶然走向佛学，其实是业力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有一件事儿，学佛的人大多不知道，不是哪位高僧大德的话，也不是某一句经文，而是一件更根本的事，一件甚至在你踏进佛门的那一刻就已经悄悄被决定了的事。你以为你是因为某个机缘才开始学佛，也许是一次旅行，一场意外，一段感情，也许只是某个下午走进一间飘着香烟的小庙，忽然觉得心里安静了一下。你以为那是偶然，但佛家说没有一件事儿是偶然的。世尊在菩提树下证道之后，据说曾陷入一段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他所证悟的实在太深，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长阿含经里记载，梵天亲自从天而降，请求世尊转法轮，说这世间尚有尘垢少者，还有些人是可以听闻法义而得度的。世尊于是以他的天眼遍观众生，如同看一池莲花，有的还埋在淤泥里，有的刚刚浮出水面，有的已经灼灼盛开于日光之下。他看见众生根性不同，因此他没有只说一种法，而是随缘随机随人而说。这就是佛法里一个极少被人正面谈论的秘密。佛陀不曾对所有人说同一件事。法华经有一句话说得极妙，一语普润，随根各异。同一场雨落下来，松树长成松树，竹子长成竹子，杂草还是杂草，不是雨的问题，是根的问题。学佛也是这样，同一本经，有人读了心开意解，有人读了如堕无里雾中。同一句话，有人一听就哭，有人一听就笑，有人完全不为所动。这不是谁的过失，这是根气在说话。根气是佛法里一个微妙而深邃的概念，它不是智商，不是学历，不是身份，甚至不完全等于今生的修为。它是一个人的因缘积累，是累世以来种下的种种业与愿，在此生以某种方式现前的结果。它决定了你为什么开始学佛，也暗示了你这一生可以走到哪里。而说来神奇的是，翻遍古今，真正喜欢佛法，真正走进佛法的人，无论来自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归根究底，大致不出三种，不是随机的三种，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三种，是命运在你身上留下的三种印记，是业力与愿力交织出的三种面貌。今天我想带你慢慢走进这三种人的故事，因为我相信看完之后你会在其中某一处看见自己。在那之前，我想请你在评论区写下一句话，愿众生平安，或者只是一句简单的阿弥陀佛。因为能看到这支影片的人，我相信都不是偶然。我们能聚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缘分，愿这份缘分给你和你在乎的人都带来平安与光亮。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需要学佛的人身上。他叫阿莲，在台中长大，父母经营一间小五金行，家里不富裕，但也从未真正短缺过什么。她念的学校普通，嫁的丈夫普通，住的房子普通，连她自己也说，我这人就是这样，没什么大志，但也没什么大烦恼。朋友们羡慕她，说阿莲你怎么这么命好？她每次都笑着摆手，什么命好啦，就是运气。那一年她42岁，跟着几个老邻居去大甲妈祖庙进香。她不是特别虔诚的人，就是跟着去走走，顺道拜一拜，图个热闹。庙里香烛鼎盛，人声嘈杂，他随着人潮往前走，忽然在一面墙上看见一句话，是用毛笔写的，裱在木框里已经有些年头了，字迹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静。知足者虽贫亦富，不知足者虽富亦贫。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突然愣住了。周围的香烟、人声、诵经的声音好像都远了。她想到她家里那间堆满杂货的小店，想到她丈夫每天早起帮人送货时那双沾满机油的手，想到她儿子上星期考试考差了嚎啕大哭的样子，想到她自己每天早上煮一锅粥，热气蒸腾，窗外阳光刚刚好，她眼眶有点热。她不是第一次看见这句话，她肯定在某处见过，但从来没有这样被触动过。她站在那里，忽然意识到她这42年其实是活得相当有福气的人，而她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儿。从那之后，她开始去图书馆借佛学的书，一开始只是随便翻翻，后来越看越入迷。他跟着社区里一个居士班上课，学持戒，学布施，学如何把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一种修行。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苦要解决，他只是觉得他手上有一样东西叫做福，而他不知道该怎么珍惜它，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天从他手里溜走。这种隐隐的不安是他真正开始修行的起点。有一天，居士班的老师讲到无常，说一切好的、坏的都会变。阿莲听了，心里一紧，他问老师：“那我现在这么好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老师看着他，很平静地说：“会的，但变不变，某种程度上和你怎么用它有关。”阿莲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想到他年轻时看亲戚家的阿姨。那个阿姨以前也是顺风顺水，后来因为得意忘形，渐渐变得傲慢，觉得别人都不如她，开始对身边的人刻薄，最后晚年孤苦，没有一个人愿意靠近她。阿莲那时候只觉得可惜，现在才明白，那不是命运的捉弄，那是福报在漏。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桶，你以为它永远都会满，但你没看见桶底有缝，不是水少了，是桶坏了。从那天起，阿莲对佛法的态度变了，她不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一种习俗，她开始认真持戒，认真培福，认真思考每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在补这个桶，还是在凿这个桶？他学会说谢谢，不是礼貌性的说，而是真的从内心深处感受那种感谢。他开始做义工，不是为了积功德，是因为他突然发现，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感受到的那种踏实，是他以前从没感受过的。他后来在日记里写，学佛之前，我以为我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学佛之后，我才知道，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最贵的幻觉。没有人知道阿莲走的是哪一条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条路有个名字。但他知道一件事儿，他的生命在他真正看见自己有多幸运的那一刻，开始变得不一样。第二个故事要沉重得多。建宏第一次走进寺院，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还能去哪里了。他那一年48岁，公司资金断裂，房子被法拍，太太在3个月前带着孩子离开，说她等够了，再也不想等。他站在那个空荡荡的客厅里，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连悲伤都是多余的。他朋友知道他的处境，有一天带他去爬山，山上有一间小寺院，说去吃个素斋，散散心。建宏跟着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山上的空气比较新鲜，心里乱糟糟的，但没那么沉。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和尚走过来，跟他们聊了几句，很随意，像在聊天气。然后老和尚说了一句话，建宏后来想了很久，一直想不透，你所有的苦都是你以前爱得最深的东西给的。建宏当下心里有点不舒服，
他觉得这话在指责他，仿佛是说他活该。他问：那是不是不该爱那些东西？老和尚笑了，说：不是，是你把那些东西看成了你自己。建宏不懂。他后来坐车回家，一直在想这句话，把那些东西看成了你自己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几个月，他开始时不时回去那间寺院，不是为了什么，就是觉得在那里待着比较安静，而且那个老和尚说话总是能精准地戳到他心里某个他自己都没发现的地方。有一次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很空。老和尚说：那挺好的，空才装得下东西。建宏说：我不觉得好，我觉得恐慌。老和尚说：恐慌是因为你以为空是种损失，其实空是起点。建宏开始读佛经，他读心经，读金刚经，读着读着，有时候会忽然停下来，因为某一句话打中了他，特别是金刚经里那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以为自己懂，但有一天他坐在空房子里，想起他和太太第一次一起挑那套沙发时的心情。那时候他以为那是永远，然后他才真的懂了。那句话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你把永远这个标签贴错地方了。这个认知让他大哭了一场，不是委屈，不是愤怒，是一种很深的松动，像一块压了很多年的石头，终于有人帮你把它搬开了，你才发现原来它一直都在那里。原来你这么多年的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给的。他后来跟寺院里的义工说：我以前以为来这里是为了找答案，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来认输的，不是输给别人，是输给自己心里那个死撑着不放的东西。他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来，不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是一点一点的，像剥洋葱，每剥一层都会有一点眼泪，但每剥一层也都离核心近一点。他后来学打坐，学止观，学把呼吸当锚点，让心在乱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回来。他跟老和尚说：我现在比较不怕了。老和尚问：怕什么？他说：怕空。老和尚点头说：因为你现在住在空里面了，不是看着空。建宏不确定自己懂了没有，但他知道那个曾经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人，已经不完全是他了。他没有变成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他还是有感情，还是有挂念，但他和那些感情、那些挂念的关系变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抓住他们和住在他们里面是2件截然不同的事。苦是他走进佛门的那扇门，但门里面有什么比他想象的要辽阔得多。第3个故事是3个故事里最难讲的一个。子晴从小就觉得自己活在别人看不见的那一层里，这不是什么神秘体质，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些让大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他问他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他妈说：你从我肚子里来的。他摇头说：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在那之前我在哪里。他妈愣了一下说：你想太多了，去玩啊。他后来学了哲学，读尼采，读庄子，读海德格尔，每一个都让他觉得有点接近，但又差一点。那种感觉很奇怪，像你明明知道某个东西就在转角，但每次你转过去它又不见了。他不是一个痛苦的人，甚至从外面看他活得不错，工作稳定，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偶尔出去旅行，但他的内心有一种持续的低频的说不清楚的不安分，像一台冰箱的运转声。你平时不注意，但你知道它一直在。他第一次认真读佛经是因为一个朋友把维摩诘经借给他，他打开来随便翻，翻到一段维摩诘问文殊菩萨如何是菩萨净土。文殊答：直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提心是菩萨净土。他念到这里，忽然停下来，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震动。那种震动不是激动，是一种认出，像你在陌生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张你曾经见过的脸，那种说不清楚的熟悉感。他后来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佛法，他读唯识学，读中观，读禅宗的公案，每一种都让他觉得佛法不是宗教，至少不只是宗教。它是一种对现实最彻底的检视方式，是一种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拿来重新审视的框架。但真正让他一夜之间改变的，是某一天他在读高僧大德对华严经的一句经典表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盯着那2行字，忽然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感受。如果他要用很笨的话来说，大概是这样的：他忽然感觉到他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分开的个体，而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就像一个手掌的5根指头，分开看都是独立的，但它们来自同一个手掌。这个感受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它改变了他对世界的态度。他开始想，如果我和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连结，那我的修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那么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怎么对待别人，我有没有认真活着，都是一种影响。他不是忽然变成一个圣人，他还是会有情绪，还是会犯错，但他心底多了一个东西，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叫做责任。不是对某个人的责任，是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他后来开始参与佛法的推广，做翻译义工，帮一些边缘群体做陪伴关怀的工作。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狂妄，但他不是从傲慢里生出这个想法的，是从一种非常平静的确信里生出来的。像你知道自己的名字，你不需要证明，你只是知道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年想搞清楚我是谁，最后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方向。你有没有发现，这3个人走向佛法的理由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驱动他们的是3种截然不同的内在力量。阿莲走进佛门，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一种很细腻的感恩与惜福。他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因此想要珍惜它，守护它，想要明白如何不让这份好运从指缝间溜走。建宏走进佛门，是因为生命把所有出口都关上了，只剩下这一扇还有一点点光。他带着满身的伤，带着疑问和抗拒，一步步走进去，才发现苦原来是他的老师。子晴走进佛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理由，甚至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只是知道他该来，像候鸟知道南方在哪里，不是谁告诉他的，是骨子里的。这3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在佛法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对应，叫做乘。乘是载具的意思，就像不同的交通工具都可以把你带到目的地，但路径、速度、视角都不一样。佛家把修行者依根器与发心的不同，大致分为3个层次：人天乘、声闻乘、菩萨乘。这不是高低贵贱的区分，佛陀从来没有说哪个乘更好，哪个人更值得被度。他说的是，你现在站在哪里，我就从那里开始跟你说话。阿莲所走的是人天乘的路，人天乘听起来很基础，但他的智慧一点都不简单。所谓人天乘，是以人与天2种善趣为目标的修行方向，核心是持戒修善，积累福德，求得此世安稳，来生继续在善道中轮转。它不是最高的，但它是最多人实际走着的那条。只是大多数人走着走着忘了自己在走，误以为顺遂是命该如此，直到某一天无常到来，才措手不及。
优婆塞戒经非解脱品里说，若人不能一心观察生死过救，涅槃安乐，虽复会师持戒多闻，终不能得解脱分法。阿莲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悟到了什么高深的道理，而在于他在顺遂中保持了警醒。他看见了无常这把悬在头顶的剑，然后选择在剑下好好活着，而不是假装那把剑不存在。这样的人是在福报里悟道的，他们的修行不需要一场大苦，但需要一种难得的清醒，一种能在幸福里感受到幸福的能力。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儿，能在顺遂中感恩而不骄慢，是许多人穷尽一生也学不会的事。见红走的是声闻乘的路。声闻乘字面意思是听闻声教而得度者，是指一类人，他们通过听闻佛陀的教法，以苦地为入口，以无常、苦、无我为关照，一步步从烦恼中抽身，走向解脱。声闻乘的核心发心是离苦，是厌离，不是消极的厌倦，而是一种真正看清了苦的根源之后，决意不再把心交给那些注定无法久留的东西。杂含经里，佛陀对弟子说了很多遍一件事：苦是圣地，圣地不是灾难，是真相。苦不是你的敌人，苦是你最诚实的老师，因为他愿意告诉你，你执着的地方在哪里。你以为是我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一团不断变化的因缘，没有一个固定的核心。建宏花了2年才开始真正明白这件事，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这个真相太刺耳了。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在痛里停下来，真的去听他说话。声闻乘的人有时候会被误解为太消极，好像他们只想逃离世界，不想面对人生，但这是误解。真正走声闻路的人，是比大多数人更勇敢地正视了生命里的黑暗。他们没有用笑容遮住伤口，而是弯下腰，把伤口里的每一根刺一根一根地拔出来。那需要的不是逃避，是极大的诚实与勇气。子晴走的是菩萨乘的路。菩萨乘在3乘中是最宽广也最难用言语描述的一条。菩萨不是寺庙里面那尊端坐的雕像，而是一种发心的状态。菩提萨，觉悟的有情，一个觉醒了却不急着离开，而是愿意留下来，愿意和众生一起在这个世界上转动的人。维摩诘经里有一句话极好：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净土不在外面，在心里。菩萨乘的人不是修行到某个地步才开始利他，他们的利他是他们修行的一部分，甚至是起点。子晴那种好像天生就是为这个来的感受，在佛学里有一个很深的概念，叫做宿世愿力，是指一个人累世发下的愿，在今生以某种内在的倾向或召唤的形式现前。他那台一直运转着的冰箱，那低频的不安分，不是病，是愿。3种人，3条路，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在回应着同一件事，生命在召唤他们走向更深处。明白了这3种根器与3乘的关系，我想和你说一些更实际的事儿。因为任何佛学的智慧，如果不能落进你的日常生活，不能让你在某个困难的时刻多一点清醒，那它再精彩，也只是摆在书架上的装饰。先说人天乘的核心，惜福。这2个字说来容易，但大多数人把惜福理解成了节省，或者理解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怕东怕西。但佛法里讲的惜福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惜福是一种对当下所拥有的清醒认知，是能够在平顺的日子里感受到那份平顺的重量，不把它当空气，不把它当理所当然。这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训练。
每天早上醒来，不是先想今天有什么事儿，而是先想我今天还在，我身边还有这些人。这是何等的事儿！人天秤最大的误区是把修行变成一种保险，好像持了戒，做了布施，人生就应该一直顺。一旦遇到不顺，就开始质疑佛法，开始抱怨，说我明明这么善良，为什么还是遇到这种事？这个心态其实已经把福报变成了一种交易，而不是修行。佛法里讲业力从来不是线性的，不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明天就有好事回来，它更像是一种整体的场域。你持续的往里面投入什么，那个场域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急着要回报的心本身就是一种执着，而执着是福报最快的漏洞之一。真正的人天秤修行者是能够在生活里每一件小事上保持一种这是礼物的心态，不骄不慢，不贪不奢，把每一天都活成一种谢谢。再说声闻称的核心，出离。出离被很多人误解成逃离，觉得声闻称就是逃避社会，躲进寺院。但真正的出离心是对苦的根源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决意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那些无常的东西上面。他不是逃，是解绑。见红的转变不是他把婚姻、事业、家庭都不要了，而是他不再用那些东西定义自己了。他还是会爱，还是会想念，但他和那些情感的关系变了。他不再是被他们拖着走的人，而是能够在情感涌来的时候，坐着看它涌来，看它散去。知道它来了不等于它永远在，知道它走了不等于它就没了。声闻称最大的误区是把放下变成冷漠，或者变成一种自我麻痹，告诉自己什么都无所谓。这不是放下，这是逃避穿了放下的外衣。真正的放下是有能力去感受，同时有能力不被感受淹没。它需要一种很精细的内在功夫，那功夫叫做观苦、观无常、观无我。在每一个当下都如实的看见，而不是评判，不是抗拒，更不是假装不在。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某种苦，我想告诉你，那苦不是惩罚，那是一个邀请，邀请你回头看，看看是什么在抓着你，让你这么痛。不是让你责怪自己，而是让你认出那个执着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温柔的松开手。最后是菩萨称的核心，悲智双运。悲是慈悲，是对众生苦难的感同身受；智是般若，是对实相的洞见。这两个不能分开，只有悲没有智，会变成情绪的消耗，容易被众生的苦把自己也压垮。只有智没有悲，会变成冷静的旁观，少了那种真正让人愿意为别人付出的热度。菩萨称最大的误区是把我来利益众生变成一种优越感，或者一种自我感动，觉得自己使命特别崇高，别人都不如自己深刻。这是法我执，是用佛法来强化小我，而不是消融小我。子晴走的那条路能够走得踏实，是因为他那种为这个世界而来的确信，来自一种很平静的地方，不是宣告，不是表演，是一个人独处时的安静的知道，菩萨成的修行是在最平凡的地方进行最深刻的工作，不是在山上打坐才算，是在和人起冲突的时候，看见那个冲突背后的苦，是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选择不以怨报怨，是在最疲惫的时候。还记得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三种人，三条路，有一个共通的核心，那就是佛法不是用来让你逃离这个世界的，它是用来让你在这个世界里活得更真实、更清醒、更有深度。不管你是阿莲那样在顺遂里学会感恩的人，还是见红那样在苦难里找到出口的人，还是子晴那样在骨子里就有一种向道的牵引的人，
你走向佛法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觉醒的开始。我想用《金刚经》里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句话第一次读到，你可能觉得他在讲什么很玄的事，但我现在告诉你，他讲的其实非常具体，非常日常。他在说，你现在坐在这里看这支影片，带着你所有的过去，带着你对未来的种种期待或担忧，但此刻这一念，无论是什么，都只是一个正在消逝的水面涟漪，下一念已经不是这一念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心念如流水从未停住，那么是什么让你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固定的存在？那个我是阿莲所珍惜的那份福，是建宏所放不下的那段过去，是子晴骨子里那个一直在找答案的问题。三种人，三种我，三种在生命里摸索前行的方式，而你属于哪一种？这不是一个测验，也不是一个非要找出答案的题目。我想邀请你带着这个问题去生活，带着它坐下来，带着它看人，带着它偶尔在某个安静的夜晚，问问自己，我是被什么带进佛法的？那个带我来的理由现在还在吗？每一种根器都是一种礼物，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只是有些人绕得远，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着走着才明白，那个他们一直在找的地方，其实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你走上了这条路，就已经不是偶然。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触动，不论是哪一句话，哪一个故事，都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因为你的每一个分享都是在替这个世界点一盏灯。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传给那个你觉得此刻需要看见它的人，也许那个人正在等这扇门开。最后记得点赞、热推今天的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更多的人从佛法的智慧中受益。阿弥陀佛，我们下一支影片见。